这只是位爷怎么没做教理啊？是啊，什么人啊？不知道。山西省番聂道府州县正堂职员，恭迎忠诚大人。蒙皇上恩谕，隆中堂举荐，朝廷派诺某人出任山西巡抚。本来我不愿意来，因为我自认财力不济，管不好全国这个亏空最大的第一大省。一个省竟然亏空了300多万库银，2年内要填补干净。落在诸位的头上，每人至少要出10万以上。10万不少。怎么办？皇上在看着我们，全国的其他省份也在看着我们。我也没有带家眷来，因为我随时准备让朝廷革我的职。但是我有句丑话说在前头，我要是受了处分，你们在场的各位谁也别想安稳过关。雍正元年，在大秦皇帝临位奉安以后，新帝雍正当年就增开恩科，铸造新钱，并选拔一批才俊之士，充实了各部院衙门和各省府州县之职。同时，朝廷发出一道明诏，责令各省清理藩库亏空，限期2年清完。2年内未能填补亏空的官员，一律革职拿问，抄家抵债。凡在限期内提前完成清理亏空的，朝廷要明令嘉奖。我说主位大人，是不是天气？可不是嘛。请。是。灵娥大人，请留步。什么事啊？我请您转呈皇上的折子，您看过了吗？嗨，我说孙主政啊，好好的当你云贵司主事就是了。平白的怎又管起朝廷的事来了？因皇上推行新政，整顿吏治，铸钱之事关乎国体，关乎民怨，奏明皇上，匹夫有责，你不应阻谏。这呵，瞧瞧，小小的芝麻官还狂想议政，还管到我户部门上来了。来人，在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谁敢？你敢？哎呦！小小的6品主事，你搅到我户部大堂不说，你还要去搅皇上吗？啊！走，有种的跟我打上朝去，咱们在皇上面前评评理。走。走。这次引荐州县官，朕要一个一个的见。皇上，有27个，不过都是应景的事儿，您就一次都见了吧。哦，应景的事儿，你怎么看？不用了，进来吧。李德全，奴才在。多调些朱砂，朕准备熬个通宵。这，你是武功出身，说错了呢，朕不怪你。这些州县官虽小啊，却是亲民的官。庙堂的旨意要靠他们向百姓布达实施，百姓的疾苦呢，又要靠他们向朝廷奏闻。他们呢，
既要办差，又要充当朝廷的耳目，所以这层官呢，最要紧。你们坐吧。因此引荐不能像往常一样，一大群人进来，磕头训话走人。朕要一个一个的见，一个一个的考。坐吧。皇上，臣以为，勤政固然重要，但18行省天下之大，全国各省实权州县都在100名以上。如果您一个一个的接见考试，实在繁累。诺敏是个好样的治顽症用猛药，就得要有诺敏这样的人。隆中堂，这个人你举荐的好啊。这是皇上知人善任，奴才们忝在中书重地，为国建贤也是分内的事情。只要咱们君臣一心，这天下就没有办不好的事情。我看你们上书房把诺敏这个折子明发各省，促促他们。皇上，户部主事孙嘉诚为新钱的事儿和阿灵阿大人打起来了，吵着要见皇上。都是些混账！传孙嘉诚来见朕。恩科也得赶紧筹备着开了。这次会试，你们看谁担任正副主考比较合适啊？皇上，兹事体大，臣弟的意思，这事儿咱们还是商量着办。臣弟倒有个人选。说，现任内阁侍读学士张廷禄。你说的是张廷玉的弟弟？臣弟说的是会试的主考，并不管他是谁的弟弟。连亲王，这是古大臣荐贤的遗风，奴才深以为是。皇上，臣弟也赞同连亲王的举荐，请皇上见纳。好，外举不避仇，内举不避亲嘛。为国举贤就得这个样子。皇上，臣也举荐一人，此人雅岸清俊，在读书人中声誉很高，可以出任副主考。你说的是李福？圣明无过皇上。就这2个人，皇上，这是阿灵阿率户部的人赶制的新朝通宝样钱，请您看一看。如果满意的话，就通知制钱局大批铸制。好啊，这件事干得漂亮。八弟不是皇兄说你只要你肯上心，什么事情都能办好你们都看看。去吧。好啊，果然有新朝气象。微臣孙嘉诚叩见皇上，叩见皇上，叩见皇上。你就是孙嘉诚？臣在。几时调户部的？回皇上话，臣是康熙60年进士，在礼部候选3个月被分往户部的。朕怎么没见过你啊？当时户部已经停止清理官员亏空，皇上龙潜反抵，所以没服失德盛言。没见过朕未必是祸，识得朕也未必是福啊。康熙60年的进士，除了分到翰林院做编修以外，无论外官京官，有几个能做到6品的啊？也不知道你是怎么钻刺打点，走了谁的门路。
官升的这么快了，还不安分？那年殿试时，臣实际上考得了探花，却愣是给分发到翰林院任庶吉士，只因臣长得相貌丑陋。掌院学士说：“圣祖60年大庆，你这模样站在清灭队里像什么样子？又爱观战。”别在吏部待着了，回到户部去吧，就降为户部主事了。这么说，你学问还是不错的喽。可你为什么如此猛浪，居然跟本部堂官厮打？撒野的也太过分了。皇上，不知新铸的制钱，皇上您见着了没有？见过了，很好啊。请问皇上，朝廷铸制新钱，是为了便利民间流通呢，还是为了粉饰太平？孙嘉诚，你这是在和皇上说话吗？来人，在，把他给我插出去。慢，让他把话说完。皇上可知道，如今市面上1两银子能兑换多少值钱？这谁不知道啊？1两银子兑换2000值钱，这和铸制新钱有何相关呢？那是朝廷定的官价。可是到了市面上，1两银子却只能兑换800值钱。有这么大的差价？银贵贤见，古已有之，这在先帝的时候也是这样。孙嘉诚，臣在。你说说，为什么市面上的银子和制钱的差价会有如此之大呀？回皇上，这都是因为制钱中含铜和含铅的比例不对。康熙制钱是半铜半铅，就已经是含铜过高，奸商们用1两银子买2000制钱的代价，大量收集融化重炼，造了铜器去卖，一转手就是几倍10几倍的暴利。如今制钱，鄂灵他们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，把铜的含量提高到了60%，铜6铅4，钱是好看了，可是弊病更大。国家花了那么大的本钱去开矿炼铜，炼的铜再多，只是好了那些贪官，苦了小民百姓啊！你胡说！朝廷贴本铸制新钱，怎么会苦了小民百姓啊？皇上，这里面原本是有些弊病。国家开矿铸制铜钱，可奸商们呢，却把铜钱收了去，铸成铜器，制钱自然就少了，便使得民间流通不便。许多地方拿东西换东西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而更要紧的是，国库是按银收税，乡间百姓的手里没有银子，他们就只好以2000制钱换1两银子的官价，以制钱交付国税。可这2000文制钱到了贪官污吏们的手里，他们便立刻兑换成2两多银子，他们只需上缴国库1两，另1两多便落入了他们的腰包。连亲王，这事儿你看如何呀？有些事情本来就难以两全。皇阿玛在世的时候，也不是不知道这些弊病，可是为什么一直按半铜半铅的含量铸钱？因为半铜半铅是古制，也只有这样，钱上面的字迹才会清晰。制钱就是一个时代的脸面，铜的含量低了，字迹模糊，流传后世成何体统？皇上新登大宝，臣弟等在第一批新钱上提高了1成铜的含量，就是为了宣扬
新朝的气象。臣不赞同。减低铜的含量，也只是字画上稍微模糊了些，却杜绝了钱法上的一大弊症，于国于民都是有利无害的。何必粉饰气象嘛？住口！你个六品小吏，你懂什么呀？啊！先是和本部堂官厮打，现在居然敢顶撞总理王大臣，非礼犯上，放肆一击！念得你年轻，孟浪无知，为的又是公事，从轻处罚，免去你云贵司主事之职，回去待选。真可笑！这么多王公重臣，都不及你的见识，啊？下去吧。谢皇上圣恩。好生读几本书，长长见识，再到朕跟前来唠叨。这孙茂虽然放肆，但是奴才以为他并无私意，倒是一心为朝廷着想，所以遣法也不无道理。愿圣上能够弃其非而取其是，把他的奏议下到6部，集思广益，似乎更为妥当。朕发透了，今天不议这事儿了。满口铜锈，言不及义。行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我自己走，别跟着我。盟主兄，盟主兄，是巨来兄。近日一见，今事用别。哎，你这个人我知道，你的事我也知道，我心里还不明白你有理没理。哎，你就不能等等瞧瞧？哎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这科的同年在文兴楼为你摆了一桌酒，今儿晚咱们一醉方休。这事一定是啊，八哥啊。臣李福给2位王爷请安。啊，请起，请起。哦，哈，是巨来兄啊。八王爷、九王爷先走一步了。哼，臣前日进京，皇上忙得抽不出身来，有旨意叫臣先见见隆科多大人，明日在地牌子请见。我知道，大约是开恩科吧。张廷玉的弟弟张廷禄是正主考，你是副主考，明儿你见了皇上就知道了。孟竹兄，孟竹兄，王爷，这个人就是孙嘉诚。奴才原想着他是个孙行者呢，谁想到他长得跟猪八戒似的。你混账！士可杀，不可辱。孙嘉诚乃朝廷命官，是是非非自有朝廷公断，轮得着你说三道四吗？这些小人真是愚不可及呀！你要是为他们生气，天天都得气死。巨来啊，你到京里当官了，这个城里柴米都贵，你又是读书之人，一汪清水似的。要是有什么困难，到我府上来，啊！王爷，巨来不敢忘朝廷公令。八哥，哎，是了，文武官员
不得结交阿哥，这是祖宗的家法。不过时下还有谁记得这些个呢？哈，巨来啊，我这个人呐，从来不屈人之志。你随便吧，啊。现在是申未时牌，给你们半个小时用餐。晚间亥时，让太监把刚才说的条陈送到养心殿，你们就可以散朝回家了。这，哎，老十三，来，好久没单独一处说话了。今儿咱们兄弟要点酒菜，一边进膳，一边下棋，如何呀？皇上。来，您先下。皇阿玛早就说过，论骑术啊，在阿哥中间，你是这个，朕呢，这个。皇上，这是哪儿的话呢？皇上，臣一直在想张廷玉的话。朝廷1年多的赋税，从银钱兑换差价里，都叫那些黑心的官儿给掏走了。这，我觉得终究不是个事儿啊。不下了，总是和气，没意思。云香，你是不是瞧不起朕？皇上，臣焉敢？君臣分际，下不见上。皇上，臣是以礼而行。屁！朕看你越来越不像以前的允祥了，敢说敢为，敢笑敢怒。圣祖亲赐号拼命13郎，现如今这怎么了？这是？此一时彼一时，情势不同了。你检查干什么？捡起来，好让你再扔啊！这个主意不错。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我呀，是跟我们村的一个老奶奶学的。哦。她在20岁的时候就死了丈夫，一守寡就是40多年。到了60岁的时候啊，官府报请朝廷，给她立了一座贞节牌坊。哦，你猜，这么多年了，这个老奶奶是怎么守过来的？每天晚上，当她睡不着的时候，就把这罐子棋子儿都撒在地上，滚得满地都是，然后她就一颗颗的去捡。当她把这些棋子捡完的时候，天也亮了，鸡也叫了，她也困了。他这才回房去睡。
有意思。那你现在捡棋子儿，是不是也因为睡不着啊？朕要你做朕的13太保。皇上，您知道，咱们宗室骨肉，为的就是这把龙椅。为了拔去我这根眼中钉，有人几次摆圈套害我，这些你都应该知道的。我这10几年如履薄冰，步步小心，还是照了人家的道啊，在宗人府被皇阿玛圈禁了整整10年。皇上，整整10年了。皇上，我是从荆棘丛里爬出来，油锅里滚出来，地狱里逃出来的人。你看看我的头发，一多半都白了。您想过没有？我今年才37岁，怎么能指望那个死了的拼命13郎再去还阳呢？13弟，14哥错怪你了。哎，朕这阵子心事太多了，没有顾及你的心境。朕是想让你振作起来呀。臣弟明白，臣弟明白。你不全明白，你要是明白的话，就应该打起精神来。你要知道，朕现在是在火炉上烤，你也还在荆棘丛里呀。请皇上明训。皇阿玛在世的时候，你和我就专干这个差事，催讨各省的亏空。结果呢，我被撤了差，你被圈禁。那皇上为什么还要责罚孙嘉诚呢？因为他上的条陈太早，朕不能一登基就授人一柄，给心怀叵测的人以可乘之机呀。孙嘉诚是个御史的材料，朕不久会给他旨意。皇上圣明烛照，深谋远虑，臣心领神受。来，坐。如今天下积弊如山，朕何尝不晓得？现在吏治腐败，无官不贪，官员结党成风，朋比为奸。皇阿玛在世的时候，对此就痛心疾首啊。但是他老人家晚年龙体欠安，倦于政事。你说这些事，朕要不做，我大清何以为国呀？臣一身一命，为皇上侍从。臣既前应请命，愿往青海与罗卜藏丹增兵车相会，一场大捷下来，百邪全毙。那时辰，皇上就能腾出手来，清理吏治了。13弟啊，皇上，哎，不必拘礼。朕要的就是你这份心胸万夫的壮志。但是青海你不能去，朕身边没有护驾的不成啊。朕已令人传诏，命年羹尧进京补大将军缺。有你和恒琛他们，朕跟前的事儿就好办多了。恒琛啊，臣在。你马上草拟3份诏旨。这。急着陕甘总督年羹尧，实补大将军缺。
即刻进京避见就职。原大将军王允提时进君王位，赏亲王俸。第二，为表彰诺敏清理亏空一事，朕以为，我说的就是大概意思啊，你斟酌着用词吧。明白，皇上，您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就是。会同各省督办，商酌效法。如果各省封疆大吏都能肯像诺敏那样实心办事，那么天下大事何有不办之理啊？朕以为，诺敏实可谓天下第一巡抚。好。亨臣啊，当年允祥在先皇手里办差，干得很漂亮啊。先帝也常说，允祥乃5家千里驹啊。朕对他也是深有了解啊。如今他在上书房参赞机书，朕看封个亲王，赏3眼花翎还是应该的嘛。允祥，皇上，你不要推辞。亨臣啊，你就照这个意思润色。朕今晚用玺，明天发出去。允祥、允提的明发，年羹尧的停记。至于诺敏嘛，吩咐下去。明儿一大早，亲王贝勒们大起上朝，朕要当庭宣旨。至于孙嘉诚的事儿嘛，关于孙嘉诚，我看此人历练一下还是可以大用的。什么叫历练？棱角磨平了，人也变老成了，就是历练？朕看不必。着孙嘉诚时补督察院监察御史。上次我们议过，国丧期间停止追查那些官员的亏空，所以6部那19名官员查抄财产的事儿停了下来。现在丧事已过，事情还得照办。明天下了朝，你通知6部，还有步军统领衙门的那些官员们，叫他们的堂官到我的府上来，我给他们交代差事。遵依亲王县令，臣即照办。我跟你们何大人、胡大人早就打过招呼了，就不要给我送礼了啊！你们怎么总是不听啊？回中堂大人的话，我们何大人、胡大人，还有山西通省的许多同僚们说了，中堂辛劳国事，对我们山西有特别的关照。地方官给朝廷清贫的大臣一些年敬节敬是自古的通例，咱们也没什么出格的孝敬，一些微礼留给大人您赏给下人用的。好了好了，这一次就不驳你们的意了，下不为例啊！是，卑职一定转告中堂大人的意思。你们这位骆中丞啊，做事也太性急了点儿。这10几年的亏空，怎么可能在1年之内便清还得了呢？这下可好了，皇上把他的奏折已经明发全国各省了。这样一来，就成了箭在弦上。皇上的性子你们不是不知道啊，他原本的意思啊，就是要立你们山西做个榜样，好实行咱们新朝整顿吏治的决心。哎呀，你们现在把话说得这么满，那到日子口可事情又办不成，岂不扫了皇上的脸面？
我现在算是瞧明白了，就是把你们杀了，你们1年之内也不可能把亏空翻过的银子填上。那您看这怎么办？这银子是死的，那人是活的嘛。你只要把数对上了，为天下的督府都做个榜样，也就行了嘛。我这儿啊有封信啊，送给你们骆大人带回去。这次到北京来，到你们骆中丞府里去了吗？卑职不敢造次，还没有去。该去还是得去嘛。骆中丞清廉是有目共睹的呀，是吧？对，他家里境况不是太好，给他家送点安家的银子。你们本省的同僚也应该关心关心，是不是啊？就说是我送的，他也就不说什么了，是不是？是。停！二叔，有位客人点名要见你，快走啊！来，张中堂，您不是来拿我的吧？拿你？要真是拿你，还用得着我这上书房首辅大臣亲自出马吗？啊？说句玩笑话吧，嘉诚啊，你官职虽小，可你现在也已是名震京华的人物了，我得赶紧来看看你呀！看样子你好像并不欢迎我呀。我可是刚刚吃过你的萝卜丝白米饭呐！前门，中堂，小孙子，怎么不给客人上茶？茶叶早就被你喝光了。下去。有客夜来茶当酒，中堂，我这可连茶都没有啊！想不到你清贫如此，难怪皇上一见到你就认定你是个好官呐。我来转告皇上的口谕。白天皇上在养心殿当面呵斥了你，那是因为他有难言之隐呐。你能理解吗？微臣是何许人，岂敢劳皇上如此看重？你是我大清朝的征臣，这是皇上的原话。皇上还让我转告你，你的那个减低韩童铸钱的建议很好，暂时还不能实行，但是皇上已经下旨责成户部把第一批铜6400的制钱由原来的1000万枚减低为100万枚。今后铸制铜钱一律按铜4600的成色铸制。皇上圣明，我真高兴。还有啊，说了你未必高兴啊。咆哮朝堂，以下犯上，大失官体，这处分是免不了的。皇上叫我问问你，你愿意接受什么样的处罚呀？这有何可笑啊？恒琛大人，我笑你小瞧了我。就我这么一个小小的京官，
苦巴巴的熬资格，到老不济也能混个3品顶戴。我孙某若想吃这份安生衣食，又何必和鄂令和大司徒翻脸？几乎身陷不测之地。张大人，你知道，皇上恩准了我的条陈，得意的是义道生民，受损的是墨吏赃官。就为这一条，我孙某死都不惧，还怕这么一点小小的处分？张大人，翰林院修撰，什么同志我都不要做，给我一个县，3年之内不能大治，孙某愿挂冠归隐让贤。放这6品不要，偏要寻个7品。其实皇上最焦心的就是吏治，天下的官儿都像你这样就好了。传圣旨，臣接旨。着孙嘉诚时补督察院监察御史，官升3品。